这颗图拉斯45瓦小冰块 Pro 就是小、稳，还不怎么烫，长时间用也不容易掉链子。它贵的地方主要在电源平台和热设计做的认真，缺点也很直白，波形合格不漂亮，价格有点贵。各位们大家好啊！这视频我们已经把这颗小冰块 Pro 的脾气摸得差不多了，它的取向很明确，体积要小，温控要稳，满载别掉链子。但问题也来了啊，同级里有些产品能把输出波形做得漂亮，而它这台更像是把资源优先扎在冷和稳上。那它内部到底是什么样的取舍？这期拆解篇咱们直接把它拆开，从输入端变压器的布局，再到输出滤波这一条链路，一段一段的对照测试现象，我们一起找原因，因为测为了解，拆为真相。充电器拆解有触电的风险，请大家不要模仿。我们还是老规矩啊，用这个撬棒来撬试一下，看能不能直接把它撬开。直接把它撬开了啊！内部是透明的塑料，底壳是橙色的塑料，它是两种材质，用超声波焊接焊在一起的。充电器内部还有一个塑料框架，内部还打有白胶。220伏的交流电是通过这个卡扣直接卡在这个主板上面，这个胶粘的还是挺紧的啊。导热硅脂贴和白胶把这个模块粘在这个壳体上，这一面也是一样的，同时还有隔热措施，导热硅脂贴加白胶。这一面主板上面还有一张，整个电路是由2片 PCB 构成，呈 L 型堆叠。可以看到这个主变压器上面还有导热硅脂贴，这一面还有一张。壳体的顶部还有一张酯铜箔加石墨烯的复合导热贴，这就叫做该导热的地方导热，该隔热的地方隔热。这个热设计做的还是可以的，壳体的厚度都达到3毫米啊！还是老规矩，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充电模块，然后再来给大家介绍内部的电路和元器件使用的情况。这台小冰块 Pro 的核心气质更像是把小体积做到不焦虑，兼容性走公满快充的稳妥路线，实际充电节奏也很规矩，高功率持续输出，它能够一直稳定，温升控制也确实克制。这种表现说明它的设计目标很明确，把损耗压下去，把热管住，把保护策略做得干脆。但同样，我们也抓到它一个绕不开的点，它的文波输出不算同级的天花板。它并不是不合规，而是没有把资源压在把文波卷到极限这条路线，这就意味着这个内部一定做过取舍。所以接下来的电路介绍章节直接拿结构和器件来对照，把工程余量花在哪里，又在哪些环节选择了克制，细节都在电路里面。这台小冰块 Pro 它走的是高集成度反击平台，加上外围够用化的思路。试电进来，第一道防线是深圳旭成电子的 3.1 万250伏贴片保险丝，做整机的过流保护。旭成电子2002年成立，专注保险丝、温空气等电子器件。一颗迷你环形供膜电感，先把供膜噪声压一刀，再到深圳沃尔德实业出品的4安1000伏贴片软桥完成整流，把交流变成高压直流。沃尔德实业2010年成立，专注半导体分立器件研发与销售。高压母线这边用的是上海永明电子出品的47微法加22微法2颗高压电解作为储能与低频滤波，配合一颗贴片插模电感做基础插模抑制，同时还有一颗永明10微法100伏专门给主控做偏置供电。永明电子2004年成立，专注铝电解电容研发与销售，主电源核心是一颗上海蓝星科技出品的 SC3107C 高集成电源主控，它把原边开关控制、氮化镓、整流、快充相关的控制逻辑高集成度在一起，外围再配 RCD 尖峰吸收电路，削反击尖峰，降开关应力的。蓝星科技2015年成立，专注模拟和嵌入式芯片设计。出次级之间，再用一颗特瑞祥680匹法的安规 Y 电容建立供膜回路，让泄放与抗干扰在合规范围内工作。特瑞祥科技2014年成立，国内被动元器件行业领先企业。次级输出整流用的开关管是江苏新唐微电子出品的 NMOS， 型号为 XTMT10N80L。新唐微电子2020年成立，专注于功率器件技术研究。随后由香港东家电子固态电容做主滤波打底，再并上几颗 MLCC
去补高频文波与顺态响应。东家电子1984年成立，专注研发、制造、销售铝电解内容为核心，输出口用一颗美国万代半导体7544 NMOS 作为V8开关。万代半导体成立于2000年，专注于功率半导体器件设计制造。2005电流采样电阻盯住输出电流，给保护和调度提供依据。这个图拉斯小冰块 Pro， 我觉得电路优缺点不用说太多，抓住2点就够了，而且全部围绕一个字：冷。优点第一，它的电路架构冗余度是够的，用的是蓝芯 SC3107C 这种高集成度的反击平台。这个方案本身就有做到更高功率段的能力，拿更高平台去做更低功率，本质上是把器件的应力、温升压力都往下压一档。你前面看到它能长时间稳定输出，不会轻易掉档，背后的逻辑其实很朴素，平台的余量够，边界条件就更好管，这不是玄学，这是工程余量。优点第二，整机的热设计到位，它不只是在板子上做文章，而是把热路径做成了系统工程。四面导热硅脂贴把模块和壳体紧紧贴合，内部再用导热胶均热灌封，初次级之间还有定制的隔离支架，该隔热的位置都有这种隔热棉防护。主壳体本身就够厚，底部还有紫铜箔加石墨复合导热贴去摊平热点。你把这些东西全部连起来看，就能理解它为什么能把小体积和低温同时做到。热不是被藏起来，而是被导出去摊开了。缺点上我补一句啊，价格偏贵，因为从电路观感上看，它走的是高集成加外围够用的路线，板子上并不是那种堆料堆到你一眼安心的风格。它贵更多是贵在电源平台和结构热设计，看得见但不在风表里，特别显眼的成本。测完再拆开看完，这台图拉斯小冰块 Pro 它更像一台把边界条件写得很清楚的省心工具。测试层面，它最打动人的不是1-2个高光瞬间，而是整体的表现很顺，该握手的时候不折腾，该跑节奏的时候不乱跳，长时间用也不会给你制造焦虑。这一期拆解层面更加关键，它的资源主要花在了2件事上。第一就是功率平台的余量，让它在日常高功率场景下不用把自己逼到极限。第二就是热路径，不是靠退功率装冷，而是把导热、均热、隔热这些结构细节做成系统工程，把热真正的送到外壳去扩散。当然，它也不是完美的选手。如果你是特别在意输出观感、对文波波形有执念的玩家，你会觉得它并没有把这一项卷到同级天花板。所以这期视频我给出我的最终评价。这颗图拉斯45瓦小冰块 Pro 就是小稳，还不怎么烫，长时间用也不容易掉链子。它贵的地方主要在电源平台和热设计做的认真，缺点也很直白，波形合格不漂亮，价格有点贵。测试为了了解，才是为真相，认真车载客观输出。我是离火车载，非常感谢各位兄弟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有你们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。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